为什么我们说波粒二象性揭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真相？活着的人根据不同的信念和意识会产生脑波，所以信念本身就是一种波。科学、佛学其实都在讲述同一件事情，也就是世界是由信念构成，这两者并没有任何的不同。2002年，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 ·P. 克里斯在《Physics World》杂志发起了一项读者调查，请物理学家、研究人员跟物理爱好者提名和投票，最后选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10大物理实验，其中排名第5的是托马斯杨原始版的双缝干涉实验，而排名第1的则是一项受托马斯杨干涉实验所启发，将双缝干涉现象应用于电子的一个实验。大家好，我是山木，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双缝实验。到底双缝实验证明了什么？科学家至今为止都无法理解的波粒二象性到底又有什么意义？以及最重要的，为什么我们说波粒二象性揭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真相？今天要分享的内容绝对是科学界从未出现过的讯息跟观点，它会为大家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，所以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。在开始前，先简单的跟大家做个科普，什么是双缝实验？对双缝实验已经有基本了解的朋友呢，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去看我们的结论。那么最早在1807年，科学家托马斯杨为了研究光的性质，设计了一个实验。他使用了一束光作为实验对象，让它穿过2条夹缝，然后呢，在这个2条夹缝的后方放置一个屏幕。如果光是粒子，那么光一定会简单直接的向前冲，然后随机的通过这2条夹缝的其中一条，最后呢，在屏幕上应该要呈现2条亮纹。但如果光是波动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它就会像水波一样，光通过双缝以后会互相干涉，最后在屏幕上出现明暗相间的条纹。果不其然，托马斯杨真的发现屏幕上出现了明暗相间的条纹，因此得出了光是一种波的结论。经历了100年，来到1909年，美国物理学家杰弗里·泰勒将这个实验进行了改版，他调整了光源的强度，确保呢每一次只有1颗光子通过双缝，所以光子一个又一个的飞过双缝。这时候诡异的现象出现了，屏幕上仍然出现了干涉条纹。光子是一个一个的通过，为什么还是会产生干涉条纹呢？难道光子自己和自己产生了干涉了吗？科学家当时给出的解释就是这样，光子的确是自己和自己产生了干涉，说明光子同时通过了左右2条夹缝。为了研究光子是否真的同时通过2条夹缝，科学家们对这个双缝实验又进行了一系列的魔改，而其中比较经典的是1999年金宇泽的双缝实验，又称为量子擦除实验。这个实验为了搞清楚单颗粒子是否真的有使用分身术同时穿过这2条夹缝，它在这个夹缝的后方放置了一个探测器，用来探测究竟它会通过哪一条夹缝。那么实验的结果是，当打开了这个探测器之后呢，量子会随机的选择其中一个夹缝通过，屏幕上也因此没有出现干涉条纹。而当探测器关闭的时候，量子似乎再次通过2条夹缝，屏幕上又出现了干涉条纹。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？粒子似乎知道自己已经被观察了，它会借此来改变自己接下来的移动方式。说到这里，你或许会感到好奇，物质世界最小的单位粒子为何会有这种特性？双缝实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伯克莱畅销作家墨子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。墨子提出的假说是，光在快速的振动下会形成一个场域，当波的振动足够快速，它会形成一个可触碰并且可视化的一个场，这个场也就是微小的粒子。
所以粒子本身就是由波高速振动所形成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人类拥有意识，活着的人根据不同的信念和意识会产生脑波，所以信念本身就是一种波。信念是拥有较高频段的振动频率的一种波，它会与较低频段的波共振，形成一个可以触碰、可以看得到、闻得到的场域，而这个场域就是粒子。高频段的波和低频段的波彼此产生干涉，两者以相同的方式振动。这个振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信念显化成物质的原理。所以透过一系列的双缝实验，人类已经来到了绝对真相的大门面前。在这扇大门的背后，其实就揭露了世界万物皆由信念构成的这个事实。佛学《楞严经》里提到“万法唯心造”，这句话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现象皆由心而起，心是世界的根本。科学、佛学其实都在讲述同一件事情，也就是世界是由信念构成，这两者并没有任何的不同。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，所有的现象都是根据我们内在的信念所投射出来的，而组合成为我们所看到的三维世界。所以就本质上而言，内在就是外在，宏观和微观没有任何区别，因为所有的现象都因为我们的信念，因为我们的解释而形成。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说明。这是一个杯子，你用它来装水，用它来喝水，它就只是一个杯子。你把它涂上彩绘，放在客厅观赏，它就是一件摆饰品。然后你又将它传承给后代，100年之后呢，它出现在一座博物馆，它就会是一件古代文物。你将它用来杀人，它就会是一件凶器。所以观众朋友们，你有注意到了吗？杯子依然是杯子，但经过我们不同的信念、不同的解释，它形成了不同的现象回馈于我们。玄学、科学、哲学走到了尽头，其实也就是同一回事，这就是宇宙真相的终点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一下，本频道之所以取名为终点研究所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探讨的不只是科学、玄学、哲学，甚至是宗教，而是这些所有学问的终点。我们会试着用最简洁易懂的语言，持续的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讯息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。我是山木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